如果问你要不要喝可乐，你想到的是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呢？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的商业大战已经打了超过1世纪，究竟双方是怎么样杠上的，又有哪些精彩的攻防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可乐战争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则广告？一个小男孩走到了贩卖机前面买可口可乐，却只把可口可乐拿来垫脚去按百事可乐的按键。而买到了百事之后呢，小孩拍拍屁股就走了人，把可口可乐留在原地，暗示可口可乐一点喝的价值都没有。这其实是百事可乐用来嘲笑可口可乐的经典广告。而双方之所以会杠上，其实源自于100年前就开打的可乐战争。那回顾这场大战呢，真的是超级精彩哦！百事从一个破产边缘的山寨品牌，到后来成为了可口可乐的头号对手，故事峰回路转。而双方在攻防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教科书等级的经典行销策略。究竟两大可乐强权是怎么崛起的？他们用了什么方式来抢夺市场？谁又是现在的饮料之王呢？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每次遇到工作场合需要开口说英文，就会让你前一天睡不好觉吗？别担心哦，今天要介绍这档经理人月刊唯一推荐的商用英文课程，能够帮助你摆脱不敢开口说英文的困扰。课程讲师 Catherine 呢，自学英文超过25年，经营的 YouTube 频道超过47万粉丝订阅，在台湾土生土长，他非常知道要怎么样克服台式英文的困境。这堂课采用独创的 PLP 点线面学习法，用简单关键字就能够创造流畅的英文语句。我觉得步骤明确也很好记哦，让我呢可以想到更多英文表达的方式。而且课程还搭配了经理人10个独家职场沟通秘诀，教你商务沟通的关键技巧。有5大职场实用情境教学，包含自我介绍、简报、开会、接待来宾跟拜访客户。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了解课程，给自己一个强化英语表达的机会吧。目前还有好康优惠哦，4月20号前呢，限时5折，现省3200元。输入志祺77优惠码，还能够现折600元哦。1886年，一位美国药剂师约翰·彭伯顿把风味糖浆跟汽水混合之后，创造出了非常独特的饮料口味。那由于初代的配方当中含有古柯叶跟可乐果的萃取物因此命名为可口可乐。而可口可乐在美国乔治亚州的药局正式开卖，药师呢也对外宣称这是一款可以治疗头痛的饮料。而推出之后，清凉又爽口的味道马上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渐渐变成了当地知名的品牌。而几年之后，另外一位美国的药剂师布拉德汉姆制作出了与可口可乐极为相似的饮料，并把它命名为布拉德饮料。那为了蹭一下可口可乐的名声不久之后呢，饮料也改名成为了百事可乐，想要跟可口可乐抢客人。不过，想要撼动可口可乐的地位没有那么容易。20世纪初期，可口可乐热销全美，成为了当时的国民饮料。甚至因为可口可乐实在太受欢迎了，坊间出现了一大堆跟可口可乐致敬的产品，像是 Coca-Cola、Coca-Cola 还有 Coke 等等，常常让消费者搞不清楚。而为了和对手做出区别1915年，可口可乐从瓶身下手，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曲线瓶，不只让可口可乐的格调再往上提升一个层次，也成为了可口可乐经典的识别标志。跟大获成功的可口可乐相比呢，同个时期的百事可乐走得跌跌撞撞。虽然说在上市的前几年百事卖的还 OK，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百事却因为经营不善一度申请破产，甚至还曾经多次想要把整间公司卖给可口可乐，只是可口可乐当时没有答应而已。而濒临倒闭的百事可乐原本即将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但是到了1930年代，美国经济发生大衰退的时候，百事却意外找到了翻身的方法。1930年代，美国爆发了经济大萧条，全国的失业率飙升到了25% 左右，许多人破产，生活陷入困难。而在这个落魄的年代呢，百事却成功的发现了商机。百事看准民众消费力减弱，推出了一项新的策略，他们把瓶身的容量放大了1倍，但是价格却完全不变，跟其他的可乐一样，都是5美分而已，同样价格却有双倍的享受。那透过杀到见血的低价贩售呢，百事可乐成功的创造了话题，销量也翻倍的成长。那虽然说这种行销策略呢，让百事可乐因此被视为是中低阶层的廉价饮料，但这一招确实有效，不只让百事可乐续命，也让它超越了其他的可乐品牌，成为了可口可乐最大的威胁。而2大巨头的对决也开始有了雏形。不过呢，到了2战时期双方的差距又再度的被拉大了。
二战开打之后，为了展现对于美军的支持，可口可乐不只制作了一系列的爱国广告，总裁也直接下令，无论我们的军队在哪里，无论公司的成本有多高，我们保证每个军人都可以用$5买到1瓶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展现的爱国情怀呢，深得军民好评。当时美军还做过调查，问大兵们什么东西最可以鼓舞士气，结果大家给出了3个答案：香烟、糖果以及可口可乐。后来美军就决定跟可口可乐合作，协助他们在前线设立临时的工厂，哪里有美军，哪里就有冰凉的可乐。总结下来呢，二战期间可口可乐总共卖了50亿瓶可乐给军方，狠狠拉大了与其他品牌的差距。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当时在欧洲、亚洲建造的临时工厂也陆续改建为正式运作的瓶装厂，为可口可乐进军全球市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眼看可口可乐事业越做越大，百事非常的苦恼，想办法找到新的策略来应战。他们分析，当时可口可乐主打的形象主要是经典、爱国、家庭这几个元素，相较起来比较传统，针对年轻客群的经营反而没有特别的用力。于是，在1960年代，百事瞄准战后婴儿潮的年轻人，发起了名为“百事世代”的行销活动。在一系列的广告当中呢，俊男美女一边喝着百事可乐，一边玩水上摩托车玩橄榄球、玩赛车等等，再搭配轻快、朗朗上口的配乐，散发着一种自由奔放的氛围。甚至后来，百事还不惜砸大钱请来了巨星迈克·杰克森帮他们代言，重新塑造品牌的形象。那透过这些广告呢，百事把自己的品牌定位跟活力、创意、叛逆绑在一起。他们也不断的跟年轻客群强调，年轻人才喝百事，你们就是百事世代，不要再喝老古板的可口可乐了。那这一招果然奏效百事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最爱，营收也一路成长。不过单靠这些手段呢，仍然不足以扳倒可口可乐。几年之后，百事想出了一个狠招，要给可口可乐来个正面痛击。1975年，百事发起了非常著名的百事挑战实验。他们在全美各地邀请路人盲测，看看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到底谁比较好喝。结果呢，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的人都更喜欢喝百事，百事获得了全面的胜利。那影片播出之后，引起了全美轰动，一时之间，百事可乐更好喝成为了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虽然事后呢，有专家指出，如果只喝一口的话，大家通常会喜欢甜一点的口味，但如果喝完一整杯的话，就不一定了。百事挑战的实验方法呢，都只让大家喝一口而已。那对于本身就比较甜的百事来说，更加有利，可以说是有一点点取巧的成分在。不过无法否认的是，这一则广告的效益十分惊人百事迎来了一波销售激增，在全美超市的销量更首度超越了可口可乐。那随着百事可乐步步进逼，以及其他品牌的蚕食鲸吞，可口可乐在饮料市场的占比已经从二战后的60%一路下跌到了21% 左右，与第2名的百事可乐更只有4% 的差距，龙头宝座岌岌可危。那为了挽救公司的地位可口可乐高层决定做出一项非常大胆却也非常危险的决定。1985年，可口可乐发布了重磅消息，他们重新调整了100年的秘密配方，推出了号称更甜、更顺口的产品新可乐 New Coke， 试图抢回市场。听到消息的百事可乐大肆庆祝百事的员工都认为能够把可口可乐逼到改配方，是他们在这场可乐大战当中获得的重要胜利。甚至百事的美国总部呢，还为此放了1天荣誉假，犒赏员工的辛劳。而可口可乐不只是被对手嘲笑，就连死忠粉丝对新产品也不买单。许多人嫌弃新可乐的味道很难喝，根本是在模仿百事。当时4万多封的抗议信件塞爆了可口可乐的信箱，还有不少人上街游行抗议，要求可口可乐把配方改回来。于是迫于压力在新可乐上市的短短3个月之后，经典可口可乐又被重新上架了，才勉强的平息了这场新可乐之乱。新可乐之乱结束之后呢，双方回到基本盘，可口可乐勉强保住了龙头的地位。不过两边的广告战倒是越打越上瘾，像是几年前呢，百事就做过一支广告，描述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送货员刚好在一间餐馆碰头，双方不计前嫌，相谈甚欢，还让对方试喝自家品牌的可乐。结果可口可乐送货员呢，一喝百事就爱不释手，不愿意还给对方，搞到最后两人还大打出手。还有像是几年前的万圣节，百事发布了一张海报，有一罐百事可乐披着可口可乐披风，上面还写着祝你有个可怕的万圣节，似乎是在暗示呢可口可乐难喝的跟鬼一样。结果可口可乐也不是省油灯马上把这张图拿来用，把上面的字呢改成每个人都想成为英雄，直接反将了一军，让百事挖坑给自己跳。其他呢还有很多有趣的广告攻防，我们就先不讲了，大家可以再去搜寻看看。不过呢，尽管台面上两大品牌针锋相对，但其实双方的经营方向早就踏上了不同的道路。
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可口可乐已经从创立之初每天卖9杯，到现在创下了每天卖19亿份的惊人奇迹。他们的销售据点呢，更是遍及了200多个国家，是世界上面知名度最高的企业之一。而可口可乐底下的子品牌，像是这个健怡可乐啊、雪碧、芬达、美丽果，还有台湾人常喝的爽健美茶、原萃等等，也都攻占了世界各国的饮料排行榜，让可口可乐集团稳坐全球饮料霸主的地位。而至于百事方面呢，虽然说百事可乐的销量还是比可口可乐低，但是他们在食品市场却大有斩获。早在1965年，百事就跟乐事公司合并，成立了百事集团。经过多年的打磨，他们开发出了许多热销全球的零食品牌，像是多利多滋、奇多、乐事还有桂格，都是集团的主力产品。那到了今天，百事集团每年800亿美金的营收当中，零食、食品的贡献常常比饮料类带来的收入还多，让百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零食大亨。可乐大战打了1世纪哦，可口可乐跟百事2大强权其实已经各据一方，找到了自己擅长的市场。而至于未来会怎么发展，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喜欢这集，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虽然这是一场饮料战争哦，在双方比拼的过程当中，谁比较好喝似乎是其次，真正的关键呢是谁在大众心中的形象更好。如果百事挑战的结果是正确的，代表多数的民众可能对于2个品牌的口味差异并没有那么的敏锐，至少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在盲测的时候马上就知道自己喝的是哪牌可乐。可口可乐跟百事集团应该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到后期他们大部分的资源并不是投注在改良口味上面，而是砸大钱做广告啊、找代言，想办法让消费者觉得自己的品牌比对手更有创意、更幽默、更年轻等等。总结来说，可乐大战打到最后，双方在卖的早已不是饮料本身，而是饮料背后所代表的品牌价值观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想来问大家，可乐你都喝哪一排呢？ A. 我爱可口可乐100年经典，9色好喝。B. 我爱百事可乐，我觉得比较对味。C. 老实说，我分不太出来，觉得喝起来根本差不多。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么经典的可乐战争。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汉堡王与麦当劳的广告战，以及雅马哈的创业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